这家慈善基金会一边截留公众捐出的善款，一边替犯罪集团清洗黑钱。他们把来路不明的资金包装成没有身份的匿名捐款送进基金会账户，再通过虚假的救助项目和高额的行政费用，以及被故意抬高的采购成本，把这些见不得光的钱洗成表面合法的收入。而普通人满怀善意捐出的辛苦钱也会被他们一点点转走，最后流进私人账户。表面上，这家基金会帮助穷人，救助弱势群体，每年还会举行盛大的慈善晚宴，向所有捐款人保证，每一分钱都会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你们所捐出的每一分每一角，都会用在最需要得到帮助的贫苦大众的身上。可在这层光鲜的慈善外衣下面，却藏着一个专门负责牟利的小组。他们先花钱买通会计，按照要求修改账目，伪造合同和支出记录，再用匿名捐款掩盖黑钱来源，让每一笔被转走的钱在账面上都显得合情合理。打着，这钱我要不得。什么要不得？很简单的，只要不惊动别人的情况下，把每个月的部分行政费分散开几个户头，用来买股票，再把赚到的钱搭进我几个离岸户头，这种事难不倒你。换句话说，普通人满怀善意，捐出去的钱到了这里，不但可能进不了受助者的口袋，反而会变成犯罪集团继续运转的资金。电影内幕上映于2025年，由《无间道·窃听风云》系列导演麦兆辉亲自编剧并执导。故事从这家叫季波堂1年1度的慈善晚宴开始，会长高胜文站在舞台上，向所有捐款人承诺，他们捐出的每一分钱都会帮助真正需要的人。可就在晚宴进行期间，基金会财务总监杨涛突然在会场自杀身亡，衣服上赫然写着还我清白4个大字。几乎同一时间，季波堂账户里的2亿港币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负责管理账目的财务总监在善款失踪后突然死亡，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杨涛私吞的这笔钱。高胜文也迅速把所有责任推到了这个已经无法开口的人身上。在他的说法里，杨涛长期利用职务修改账目，偷偷转走基金会的资金，事情败露之后才会选择用死亡逃避责任。一个永远无法替自己辩解的死人，显然是最完美的替罪羊。可负责调查案件的警长柯定邦很快发现事情并不合理。如果杨涛真的拿走了2亿，这笔钱一定会留下流动痕迹，但警方查遍他的账户、财产和生活轨迹，都没有找到巨款的下落，反而发现季波堂背后的账目早就不是一个人能够操控的。这起案件还牵扯到长期替季波堂处理事务的律师行大律师马英峰，也因此被卷入调查。马英峰起初并不愿意配合柯定邦，因为在他看来，律师只负责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警方的怀疑就随便交出客户资料。可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师傅曲敬贤似乎一直隐瞒着重要线索，甚至可能知道那2亿港币的真实下落。职业道德不允许他袖手旁观，于是决定和警长柯定邦联手，从杨涛留下的线索开始调查。2人一个熟悉法律和账目，一个擅长追踪犯罪关系，这对性格完全不同的临时搭档逐渐走进了季波堂最不愿意被人看见的内部世界。随着调查深入，杨涛过去的经历也被一点点揭开。他原本只是季波堂的财务总监，负责管理基金会的账目和资金。会长高胜文为了转走善款，不断要求他修改账本，增加非经常性开支，抬高行政费用，再把匿名捐款中的黑钱通过虚假慈善项目洗成表面合法的资金。杨涛明知道这些事情违法，也知道公众捐出的善款正在被人当成牟利工具，可为了保住职位和家庭，他还是选择了妥协。从第一次替高胜文修改账目开始，他就已经被拖进了这条利益链。假账上留下了他的名字，每一份虚假文件都能成为幕后集团继续控制他的把柄。这种犯罪系统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参与过一次，以后便很难再全身而退。后来杨涛被诊断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他的记忆开始逐渐出现问题。他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继续保持沉默，那些被转走的善款以及被掩盖多年的犯罪很可能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于是杨涛暗中找到私家侦探，调查季波堂真正的资金流向。可调查刚刚开始就遭到了各种阻拦，相关证人也不断受到威胁。杨涛很快明白，单靠几份账目根本无法撼动基金会背后的利益集团。于是他设计了一个更大的局，他提前把2亿港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朋友曲敬贤保管，再故意制造巨款失踪的假象，
因为只有2亿突然消失，隐藏在基金会背后的人才会真正感到恐慌。他们不知道钱落在谁的手里，也不知道组织内部是不是已经有人背叛，原本互相合作的利益集团也会因此开始彼此猜疑。杨涛还让私家侦探替自己寻找值得信任的警察和记者，再把不同的线索分别留给柯定邦和记者郭景林。最后他让自己的死亡出现在基波堂最受关注的慈善晚宴上，2亿善款失踪，财务总监死亡，警方和媒体同时介入，这起事件再也无法被基金会悄悄压在内部。所以那2亿港币并不是杨涛偷走的善款，而是他故意留下的诱饵。他要用这笔钱让那些原本彼此信任的犯罪者开始互相怀疑，再让警方顺着他们的反应找到真正控制基波堂的人。杨涛用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盘棋，让这套运转多年的利益系统第一次出现了裂缝。事情也按照杨涛的计划发展，2亿港币失踪后，幕后老板很快怀疑会长高盛文私吞了这笔钱。高盛文表面上掌控着整个基波堂，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被推到台前办事的傀儡。基金会出了问题，他要替幕后集团承担责任，巨款找不到，他又要面对老板的猜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背叛组织，高盛文只能接受更加危险的任务，替幕后集团前往金三角参与赃款和违禁品的运输。他以为只要完成任务就能重新得到老板的信任，可对于犯罪集团来说，一个已经被警方盯上的基金会会长早就失去了利用价值。高盛文完成任务以后还是遭到了灭口。直到这时，马一峰和柯定邦才终于确定，基波堂的会长并不是终点，真正控制一切的人一直躲在基金会背后。真正控制基波堂的人名叫贾元坤，他表面上是一名体面的商人，背地里却和境外犯罪势力合作。基波堂只是他手中的一件工具，基金会替他吸收来路不明的黑钱，会计负责修改账目，律师负责制造合法文件，而所谓的慈善项目则负责解释这些资金最后去了哪里。只要每一个环节都有人配合，一笔黑钱进入基金会以后，很快就能换上一张干净的外衣。更讽刺的是，这套系统能够长期运转，依靠的并不只是暴力和威胁，还有律师的沉默、会计的假账、负责人的服从，以及公众对慈善机构天然存在的信任。高盛文死后，古卓华接替他成为基波堂新的负责人。马英峰和柯定邦知道，仅靠手里的现有线索依然很难扳倒真正的幕后老板，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让古卓华相信贾元坤准备把所有罪名全部推到他的身上。古卓华很清楚，高盛文就是自己的前车之鉴，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一个被清除的人很可能就是自己。为了活命，他最终选择背叛幕后集团，交出了基波堂多年来的假账、虚假项目资料、洗钱记录，以及贾元坤控制基金会的关键证据。可贾元坤很快发现古卓华已经反水，随即派人销毁证据，并准备将所有接近真相的人彻底清除。古卓华最终遭到灭口，马英峰和柯定邦也被杀手追进一座仓库，双方展开最后的对抗，直到仓库发生爆炸，两人才从杀手的围堵中逃了出来。随着杨桃留下的线索，曲敬贤保管的2亿港币以及古卓华交出的证据被公开，基波堂多年来侵吞善款、替犯罪集团洗钱、参与走私和买凶的完整利益链终于被彻底揭开。贾元坤和相关犯罪人员再也无法躲在慈善机构背后继续扮演体面的成功人士，基波堂光鲜的慈善外衣也终于被彻底撕开。可杨桃并不是一个从头到尾都完全无辜的英雄，他曾经因为懦弱亲手修改过账目，也帮助这套系统掩盖过多年的犯罪。他最后留下线索，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从未犯错，而是在仅剩的时间里试图弥补曾经做过的选择。电影真正讽刺的地方也在这里，一家慈善机构能够被犯罪集团长期控制，从来不是因为某一个坏人拥有多么强大的能力，而是因为在整条利益链上不断有人为了职位、金钱和自身安全选择保持沉默。基金会真正掌握的财富也不只是账户里的善款，而是公众对慈善2个字的信任。一旦这份信任被人拿去牟利，被偷走的就不只是几笔捐款，还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后更难得到别人的善意。所以电影名叫内幕，它揭开的并不是一个人的贪婪，而是一群外表体面的人如何利用最干净的善意共同养活了一套最肮脏的生意。真正的透明也不应该只是一句每一分钱都会帮助受助者，而应该让每一笔捐款都能被追踪，每一个项目都能被核实，每一笔支出都能得到解释。只有当慈善经得起查询，账目经得起审视，普通人的善意才不会成为犯罪者最好利用的工具。